各位好，昨天德国《明镜周刊》经济版刊登了一条新闻，今年第一季度各经济体的汽车出口数据已经出炉，继去年超过德国后，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汽车出口量首次超过日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这家媒体的报道以及读者评论。超越日本和德国，中国首次成为汽车出口的世界冠军。欧洲汽车制造商正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估计，中国正在大踏步成为一个汽车超级大国的路上。根据管理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s 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将在今年首次成为世界出口冠军。在第一季度，中国已经以107万辆汽车的出口量超过了日本的95.4万辆，其次是德国84万辆，韩国75万辆和墨西哥74.1万辆。管理咨询公司 Alex 行业专家 Pointec 周一表示，作为生产地、销售市场和出口国，中国正成为一个汽车超级大国。今年在中国销售的2050万辆汽车中，中国本土制造商预计将生产1050万辆，超过一半。凭借电动汽车，中国人也在向世界市场推进，并使欧洲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内部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全球汽车市场正在再次增长，但比预期要慢得多。美国是推动力。Alex 的研究报告说，从长远来看，欧洲的销售数字将比新冠疫情之前的低15%以上。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创纪录的时代即将结束。行业专家写道，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冷却的世界市场中，利润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电池成本下降过慢，将抑制未来3到5年内电动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这阻止了通过数量获得成本优势。由于中国的需求增加，原材料成本也再次上升，不会恢复到新冠前的水平。此外，由于利率升高，资本成本也随之上升。Alex 重组专家 Jens Haas 预计，汽车配件供应商行业将进一步整合，债务目前处于创纪录的水平，而资本成本和当前业务及投资的资金需求正在上升。汽车制造商不大可能接受配件供应商的提价。好，刚才报道就到这里，接着我们来看读者评论，估计不少读者心里会不好受。我们现在按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第一位，中国人似乎正在制造相当不错的电动汽车，而且买得起。事实上，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德国人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相反，柴油发动机的丑闻和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旧技术，多么令人遗憾呢？下一位，我的观察，2013年，中国几乎所有的轻便摩托车都已经是电动的。无一例外，因为燃油车的税已经负担不起了。2016年在成都，大部分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在行驶。2018年在深圳，所有的车都是电动车，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年9月，我们终于又要去中国了。我期待着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国家。之后，在返回德国的飞机上，想到德国，我不知道该怨恨的大笑还是绝望的大哭。下一位，我很高兴，在我们国家，自行车比电动滑板车多，在中国根本没有自行车了。下一位，是的，一个疯狂的、充满未来感的国家，但更多的是乌托邦。自由思考、说话、能够发表意见，并不像开着电动车到处走来的重要。下一位，这都是可以预见的。最迟在电动汽车主导市场的时候，我们德国的汽车制造商就可以关门大吉了，但似乎也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企业老板们已经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都安排妥当了，并且正在轻松地过日子。下一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个人口不到1亿的国家，要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创新型工业国家相比，总是要在一个工业领域成为领导者。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必须创新，而不是继续提供50年前的旧食谱，在上面多放一点胡椒和额外的调料。说实话，德国汽车制造商至少20年来都没有认识到时代的迹象，很快他们就只能服务于小众市场。交通出行是不断变化的经济领域之一，
活该。下一位，中国是世界汽车销售市场的领导者，用什么呢？电动汽车。我们宁愿专注于一个欺骗性的燃油车，关于电子燃料的虚假辩论和对绿色环保的抨击。与此同时，中国人正笑得合不拢嘴，并在关键技术方面日益领先。下一位，中国正在全速推进市场。中国在半个非洲签订了有利于中国的不平等合同，并掠夺那里的原材料。中国在行动，而我们讨论的是对光伏系统和强核的补贴或开车限速，而我们对电动汽车的补助确保了一些人每年购买最新的特斯拉，并在上牌9个月后卖到北欧。总结下，我们德国的行为是毫无计划的。下一位，你们真的感到意外吗？我们甚至无法跟上他们学校和大学的教育水平，也无法比肩他们的工作态度，因此也无法跟上他们的发展，也无法与他们拼价格。任何多年前听从我们聪明的经济学家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证实了。他们多年来一直警告说，教育越来越缺乏，学校的条件很差，缺乏合格的教学人员，日托中心和大学的条件很糟糕。这些在我们国家已经无法弥补了。越来越多的人梦想着每天干半天或一周只工作4天。我们将不得不习惯于中国在汽车行业的成功，习惯于我们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是过去20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糟糕政策而导致的悲剧。下一位，实际上我曾是德国汽车的坚定信仰者，我驾驶宝马的各种车型已经超过25年，但现在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德国电动汽车的价格不合情理，负担不起。由于柴油车丑闻和许多借口而导致忠实客户的流失，是另一个原因。现在宝马还想为激活已经付了费的安装好的座椅加热系统收取月租。在我目前的宝马车中，离合器及一些其他部件在9万公里后就会坏掉。通常情况下，在18到20万公里之前不应该发生这种情况。就质量而言，中国的汽车肯定不会更差。下一位，把宝马换成比亚迪，为什么不呢？这不是我们的汽车工业，它是属于股东的。这种关于它是国宝的炒作让我感到很烦。他们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但现在显然已经结束了。这就是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下一位，你说的对，而且所有宝马的 SUV 电动车都来自中国，所以差别嘛，真的很微不足道。下一位，战略上的错误判断。德国汽车工业希望它可以继续利用其技术领先优势，而不是创新。它宁愿依靠游说和当鸵鸟，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下一位，说的直白一点，德国人错过了电动汽车的趋势，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更好更便宜。下一位，现如今傲慢的后果就是堕落。下一位，正是这样，傲慢一直是弱小和否认现实的标志。下一位，大众 ID.3 有什么理由收取近4万欧元的费用？一个电动马达，周围有一点塑料，零件比燃油车少2/3，再加上一个和2年前一样的导航系统，每次更新另外收费180欧元。大众连接和我们连接软件需要额外收费，糟糕的软件和糟糕的做工。在德国，我为什么要花双倍的钱买一个产品，而替代品的价格只有一半，质量还更好？我认为大众汽车的价格定位有问题。下一位，我们制造错误的汽车。你不能只靠公司用车和中国的寡头们生活，俄罗斯的寡头们也在退出，中国人制造的汽车也有买家。下一位，德国汽车制造商为了利润，在合资企业中与中国人分享他们的技术，并教他们如何制造汽车。中国学生在德国大学学习机械工程，现在正使中国的汽车生产达到德国品质。中国的经济领导并没有像德国汽车老板那样嘲笑特斯拉，而是明白鉴于对环保的破坏，电动汽车没有什么前途。德国知识点评，他说的电动车没有前途是不是说反了呢？
另外，这个人太夸张了。原来中国电动汽车工业的崛起全是德国的功劳，但为何德国自己的电动汽车不行呢？这逻辑不对啊，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往下。但是在我们头脑简单的、会思考的网友心目中，错在绿岛，这不是越来越令人尴尬了吗？下一位，德国的汽车工业主要集中在昂贵的豪华汽车上，真正的大众汽车来自中国。亲爱的汽车行业，有任何其他方式吧？下一位，技术来了又走，德国有巨大的优势，因为传统上有非常高的工程专业知识，再加上腐败不高，在清廉指数中排名第9，而中国则非常靠后，排名第65，甚至被卢旺达等国家超越。中国受益于更低的工资，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每年都在变差。根据 Igloo 的研究，1/4的4年级学生在充分表达自己和理解语言方面存在问题。下一位，这位网友对上面那位网友关于1/4的4年级学生表达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考虑到40%的孩子有移民背景，我们的老师的教学成绩一点也不差。下一位，2018年我在中国工作时，我的助理开着一辆中档电动车，真皮座椅和极好的娱乐系统，续航里程达到400公里。扣除中国国家的电动汽车补贴后，价格相当于1.1万欧元。当我看着大众汽车的价格表时，我不可置信地摇摇头。2014年，我买了一辆中国的2轮电动助力车，续航70公里，最高时速60公里，价格400欧元。几周后，德国宝马公司推出了其电动摩托车，差不多1.1万欧元。你说呢？下一位，这是可以预料的，中国已经从德国学会了如何制造汽车，现在他们不再需要德国，并将把德国的汽车竞争赶出市场。太阳能电池的情况也是如此，并将延伸到其他领域。中国是冷酷无情的，他们绝非朋友。下一位，只是因为德国太过愚蠢，没有发展光伏模块生产，而依靠其补贴，所以现在要责备中国。而在汽车工业方面，伙计，你真的听了现任政府的话吗？但这显然是中国、俄罗斯的错，当然还有现在有当选市长和区长的那个不知名的政党。德国有这么多聪明人，这很容易理解。德国知识点评，它是指最近当选的德国选择党党籍的2位地方行政长官。下一位，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收买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的工程师，这花了很长时间，但现在似乎有了回报。在电动车方面，德国从未真正进入过所谓的现在被中国挤出的市场。下一位，我住在菲律宾，中国汽车是街上常见的风景，直到几年前，它都是非常奇怪的汽车，但在过去2年左右，市场上出现的汽车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里，它们都是燃油车，但这最终并没有任何区别。我最近驾驶了吉利 Okavango， 这是一款有3排座的大型 SUV， 在设计、配置和操控方面，这东西绝对是一流的，而且是在新的价格约为2.5万欧元的情况下。当然，几年后这些东西的外观还有待观察，但作为一辆新车，它们看起来确实不错。如果它们也被证明是可靠的，那么对许多欧洲汽车制造商来说，这将是难以匹敌的。下一位，所有的中国汽车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如果有人在1月份问我中国汽车的情况，我肯定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但突然出现了蔚来、比亚迪和极氪这样的名字，他们的汽车虽然不比奔驰等公司的好，但可以说是在好到非常好的水平上。你知道德国媒体如何直接忽略了中国的发展，几乎没有报道过他们。下一位，在成本方面，大众汽车无法提供大规模生产的电动汽车，因此该市场正被中国人，特别是比亚迪和特斯拉 Model 2 所占领。下一位，4个原因。第一，通过沃尔沃，中国在多年前购买了一家汽车制造商，该公司生产的汽车在当时是欧洲最安全的，那是对一家破产的汽车制造商的战略收购。
今天，沃尔沃以吉星品牌生产一流的电动汽车。第二，宝马在中国为国际市场生产电动汽车。第三，特斯拉在中国为国际市场生产电动汽车。四，比亚迪从上述1到3中学习，作为一个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现在生产现代、安全和廉价的电动汽车。这是一个长期的中国计划，用大量的资金顽强地坚持了几十年。在德国，对汽车工业的未来以及随之关联的繁荣，它的计划是什么呢？下一位。多年来，我们把自己的诀窍拱手送人，难怪中国人可以用国家的钱生产更便宜的产品，其余的是通过工业间谍活动完成的。谁不记得车展上有许多来自中国的摄影师？另外，还有德国汽车工业的傲慢。下一位。对电动汽车来说，中国人没有进行间谍活动，电池技术是由中国人推动的，最多来自德国的设计师被带到了中国，但这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下一位。中国将在经济上超过欧洲，特别是德国，他们更有创新性，更有竞争力，而且不会像红绿灯政府那样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好吧，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关注度高的评论一般都是反思或者痛斥德国政治及工业的保守和没有长远规划的。当然，有几位读者还是德国式的傲慢，比如是德国人教会了中国人造汽车，或者工业间谍等。但很多读者还是肯定中国的进步及实力的。看来不涉及政治话题，德国人还是相对清醒的，至少能知道德国及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各自所处的位置。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德国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好像这也是西方社会特有的现象。不知道其他在西方国家居住时间比较长的网友，你们是否也这么看呢？